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第一颗开花的天鹅兰。这个天鹅兰跟其他的天鹅兰有一点不一样。一般的天鹅兰的花期非常的短，1个多星期就开完了。这一颗天鹅兰呢，它的花期比较长，有差不多4个星期的时间。它的花是有香味的，是一种还算比较好闻的甜香。一般的天鹅兰开出来的花是一串的，有好几朵花，而这颗天鹅兰呢，通常都是开1朵或者是2朵花。这一次开了2朵花，这2朵花是这颗兰花今年第2次开花。第1只花梗刚长出来没多久，就让虫子给咬断了。它的花可以用巨大来形容，看一下，有4英寸那么大。其他品种的天鹅兰的花要比它小很多。这朵花也非常有特色，看一下它的花心，麦绿色的花心，照眼看上去像不像猴子的脸呢？这颗天鹅兰的原产地是南美洲，它不耐寒，在10月份左右我就把它搬到室内了，大概在3、4月份的时候就把它挪到室外。对光线的要求也是明亮的闪光，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春夏秋是它的生长期，冬天它有一个休眠期。天鹅兰的花是从植株的上面长出来，它的花期是从冬天到春天。从秋天开始，很多天鹅兰的叶子会陆陆续续的发黄，然后掉叶子。这颗天鹅兰可能是在花期吧，它的叶子还是比较翠绿的。这颗天鹅兰是用水苔种植，杯子是没有打洞，杯子下面用了一些陶粒。介绍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颗天鹅兰的名字是叫什么呢？它是叫黄绿天鹅兰，是因为它的花是黄绿色的，所以就命名为黄绿天鹅兰了。种植天鹅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在它的生长期，也就是春夏秋这3个季节，在种植上一定要大肥大水。我在水苔上面铺了一些火山岩，就是要防止它的水分挥发得太快。我用的杯子是没有打洞的，如果水苔太湿了，多余的水分会滴到陶粒里面。天鹅兰开完花之后就会进入到它的休眠期，在它的休眠期一定要停止浇水，直到它长出新根，新根有2、3寸长的时候才恢复浇水。在它的休眠期，如果假鳞茎非常皱了，可以偶尔给它喷一下水。天鹅兰每年都会长出新的植株，花是从新的植株开出来的，已经开过花的老的假鳞茎，再开花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大。去年春天，在它们过了休眠期之后，给它们重新上盆，也做过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种植天鹅兰只要掌握好2大要点，就会非常容易了。在它的生长期，一定要大肥大水，经常施肥，每天都要浇水。在它的休眠期，不要浇水，偶尔给它喷一下水。等到新根长到2、3寸长的时候，就恢复浇水。1个周期，也就是天鹅兰的前世与今生吧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